又有新的 AirPods 要推出，我们今天把 AirPods Pro 3还有 AirPods Max 第2代都一并讲清楚。好，那很多观众都有问到关于 AirPods 的新消息后，那尤其是在 AirPods Max 第2代还有 AirPods Pro 的第3代，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我们现在目前所得到的这些消息，不管是从爆料达人啊，或是郭明奇分析师那边得到的这些消息，我们都来一并分享给大家。那我们首先就先来讲这个 AirPods Pro 的第3代齁，那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有大概讲到啦，目前为止应该不要期待有太大的变化，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更新可能是对于很多人现在在等新的 iPhone 15来说会蛮重要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AirPods Pro 它第1代是在3年前推出嘛，那其实隔的时间有点久。那第2代是在去年随着 iPhone 14啊还有 Apple Watch 在9月的时候一起发表，那到现在只过了不到1年，我们怎么那么快又要讲到 AirPods Pro 的第3代呢？因为依郭明奇分析师的报道他就讲到说 AirPods Pro 的第3代主要的变化可能是在它的充电孔。那目前的 AirPods Pro 都还是使用 Lightning 的接口，但是随着 iPhone 15代可能会全线升级到 USB Type-C 来讲，那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一次就把 AirPods Pro 也推出一个 USB Type-C 的版本。那这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充电器上面的升级啦，就像他们先前可能在这个它充电盒上面有推出这个无线充电的版本，那他们就另外推出另外一个充电盒可以让你去买，但同时间呢在新出的版本也可以让你选择说现在是要买 USB Type-C 的还是 Lightning 的版本。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对很多人都期待使用 USB Type-C 的 iPhone 啊，还有他们全线使用苹果的产品，就像如果你是 iPad 的使用者还有 Mac 的使用者的话，那其实现在的充电线都是使用 USB Type-C， 那现在你是带3G 出门的时候整个生态链都可以使用一样的接口，所以依这样讲的话，它的发布时间现在我们预期很有可能会很接近现在的 iPhone 15，因为想说这次 iPhone 15如果一次发表让他们强调 USB Type-C 的接口的同时呢，又强调说我们现在连这个 AirPods Pro 都推出了 USB Type-C 的充电线，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的时间点来推出这个新充电孔的产品，然后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吸引力啦，不管是先前想要换USB Type-C 孔的升级的人，或是顺便要买 iPhone 15的人也一起购买。那在具体的功能啊还有规格上面，我目前了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更新，它还是保留 H2 的晶片啊，然后它的主动降噪相比第1代有提升，然后通透模式更好，然后它的那个耳压平衡的功能还是会在。那基本上其他的一般的功能我们不会预期它有太大的改变，可是以我目前使用 AirPods Pro 2的这个新的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耳机，而且在生态链里面它的表现还有综合的这些不管是空间音频啊还有它的通透模式，我觉得以目前来讲还是业界最好的一支选择，但当然前提你是要使用苹果的产品。 OK， 那下一个就来讲到很多人一直在问的 AirPods Max 的下一代到底什么时候会推出那目前得到的消息也应该是在2023年左右，那今年我在想会不会也是随着这个 iPhone 15代的更新，因为我觉得如果说 AirPods Pro 2要升级到 USB Type-C 的这个充电孔，我觉得 AirPods Max 理论上来讲非常有必要做这样的升级那我们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那其实 AirPods 从第1代到现在已经快要3年了嘛，它第1代是在大约2020年底的左右推出那当时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年中就已经看到它的产品相关的资讯设计都流出，那最夸张的甚至它在工厂进行包装的时候这个画面也流出来。那当初那个影片大家很多人在讲说到底是真是假，那后来证实 AirPods 开箱之后就是像他们工厂里面包装的方式一模一样。那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说为什么它会有一个这么没有用的算是保护套或什么在外面，当初我们的猜测都以为它只是一个指套，就没有想到它就真的是 AirPods 的保护套。那当时发表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发表会啦，他们就是官网上面可能有一个新闻稿发出来，然后再配合一个产品的影片的一些介绍。那对于这个很重要的 AirPods 的产品的更新竟然没有至少做一个小发表会，其实我也是觉得有一点好像不太寻常。然后同时我们又碰到说一个产品在那么早在6月的时候，6月之前可能就准备好，为什么拖到12月才上市，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对这个产品不太了解的这个地方。那我个人觉得AirPods 第1代最可惜的功能就是它没有真的一个数位连接的方式它一切都是你要传输它的音讯，一切都是要透过无线的方式，透过蓝牙的方式。那这个在苹果事后稍后推出了这个保真音讯这个更高品质的音讯，既然没有办法在这个最高等级将近2万块的这个头戴式耳机上面使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那以目前
前呢，我们所得到 AirPods Max 第二代的这个消息是从 Bloomberg 的 Mark Gurman 所讲出来的。他们提到说，这个价格可能会比现今的款式更加便宜，但是设计上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还有提到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颜色选择啊，新的材质选择。那以现在来讲啦，它的售价是在$550，将近2万块台币来讲那我们如果依照 HomePod 的这个模式，HomePod 第二代推出来，它的价格稍微降低，可它里面的规格其实也少掉了一点。那依苹果讲法，他们可能是用新的设计啊，或是新的模拟音效来讲，来让它达到很类似的音效。可是我觉得，如果在头戴式耳机来讲，如果它的这个用料还有它里面所用的这些单体，如果它的设备是有降低，它的规格是有降低来讲，我觉得在体验上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感觉。所以照这个逻辑看来，如果它真是要推出一个比较平价低价的版本的话，我个人觉得不管在用料还有它的音质上面，可能相对第一代会有稍微的打折。但同时间呢，如果说第一代它在市场上一直没有办法突围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价格的话，那当然推出一个更低价的版本，你说$300-400的话，自然对它的市占率的提升会更有帮助。那发布日期呢，通常我们在 AirPods 来讲，可能就是2到3年会推出一个新款啦。所以那因为我们刚刚早一点的分析嘛，如果现在是 Type C 要推出的这个时期来讲那很有可能 AirPods Max 的第二代也是随着这个新的 AirPods Pro 2在今年底推出。那如果再晚一年9月之后，在先前一样在可能11、12月的时候推出，那就刚好满3年。那郭明錤分析师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说是在2024年初左右会推出新的 AirPods Max。那我觉得早1个月晚1个月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啊。可是以我们对美国这个环境的了解那像 AirPods 这一类的产品，其实在青少年的这个族群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如果它可以刚好搭上这个圣诞节假期啊、感恩节的这个时候推出，我觉得会是对它的销售最有帮助。因为美国人一般家庭他们在买圣诞节礼物的时候，大约都是在感恩节前后就已经先做好这样的准备啦。所以如果可以在11月前推出的话，我觉得对这个产品会是最有帮助的。那总结来说呢，我觉得对它规格上的要求，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AirPods Max 的音质我觉得非常好。但如果它在这次的新的更新没有加入对这个数位音讯的资源啊，或者是更高品质音效的资源的话，那这个或许就很明显说苹果对这一块的市场其实是没有非常的在意。那同时间我们也可以了解，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我要有使用最高的音讯啊、最好的音质来听，可是这个毕竟是小众。那如果真的对这个方面音质有要求的人，或许 AirPods Max 的音质也不符合他们的需求，那或许它可以做的调整方面也不符合他们的需求。所以以苹果今年来讲，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专业领域的市场算是越来越放手了。那当然一个公司在经营的时候，绝对是把他们的注意力还有他们的重心跟成本往一个比较可以赚钱的方向去压。那这个某方面来讲是可以了解，但是如果当你一个产品线，比如说 AirPods 里面分出这么多不同的等级的时候，可是在一个最高价的等级没有稍微踩到一点专业的市场，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可惜。OK， 那以上我们讲到这些，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个人觉得当然是推出 USB Type C 的孔，不管是在哪一只 AirPods 里面都会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对我而言就是需要少带一个充电线出门那就像我前几天在讲到 iPhone 15的新消息，讲到 USB Type C 的时候，很多观众会说那你换成 Type C 我们还是有一个产品要使用 Lightning， 就是 AirPods。其实还是有苹果的行动电源，还有它的键盘跟滑鼠，可是这些可能就比较少人有用了。那我们回到 AirPods， 那现在如果连这部分也一并做升级的话，这样真的会方便不少。OK， 好，那我们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